大家好呀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买便宜机票这个话题啊。因为最近啊，我回了2趟国，然后有很多朋友问我你这个机票买的不是很贵啊，对吧？还路线选的也挺好的，看有没有什么购买技巧，对吧？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如何去买这个国际机票的。首先我利用的工具啊是 Google Travel 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买票平台，马上后面我会演示。至于为什么选这个平台呢？就是我们有什么携程呀，还有什么天巡啊、Skyscanner 呀，就各种各样的网站，对吧？其实目前据我所知啊，这个做的最强的应该是 Google Travel。后面我演示中，会给大家去介绍。然后呢，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不同机场转机的一些情况。我只会介绍一些我转机的一些机场啊，其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自己去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。因为转机的机场还是蛮重要的，因为这个大小呀，还有关于这个转机时长呀、签证检查呀、行李检查呀，还是蛮重要的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就是去告知一下大家关于这个买机票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包括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我先讨论一下关于这个 Google Travel 啊。在里面，首先，如果你因为大家，我首先说主要是买往返的机票。往返机票首先相对于单程来说会便宜一点，尤其在国际机票上，这个差价是非常明显的。比如说单程可能就得四五千、4000多，对吧？但是你买往返可能也就5000出头，甚至也不会更贵，对吧？反正就是会划算很多，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，这个很容易得出结论啊。另外就日期的选择，如果是短期旅行的话，大家假期比较多，对吧？想到固定的期间，想要选择一段时间去进行旅行的话，如何去进行选择？还有如果有个长期的旅行规划，比如说横跨一个很长时间的往返一个机票，是如何去选择，对吧？然后我也介绍一下谷歌这个价格矩阵，对吧？这个当然也不仅是适用这个谷歌 Travel，在其他的买票平台上也可以去想办法去拼凑这个样的一个价格矩阵，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大家去选择。当然，谷歌直接给我们提供了是比较方便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oogle Travel 的实际演示吧。Google Travel 呢，对吧？我们直接在谷歌上来搜索，对吧？Google Travel，对吧？上面就会写发现 cheapest 的，就就一般就是第一个，对吧？点进来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大概这个页面呢，我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探索，其他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探索啊。比如说我是在哥本哈根，对吧？比如说这时候首先我不知道我要去哪，比如说我现在是短期旅程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点一下下面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它可以选择特定日期，特定日期没什么可说的。首先选择不特定日期，比如说在6个月之内，对吧？我要选择一周或一个周末或者2周，它最多就是2周的时间，这里是固定期限的。比如说我要出去玩1周，对吧？在接下来半年之内哪里机票最便宜，我直接选择搜索，我这样就可以在这里探索全世界，对吧？去哪里？比如说，看一下比如说去一下，呃米兰或者是这个罗马，对吧？你看到这个往返机票，非常的便宜，对吧？选择你还要一个周六到下周二周六2月到3月，对吧？这时候我们看这些机票的价格，可以查看这个航班。这里我们看到，这里有一个瑞安，那瑞安一般是比较便宜啊，直达，好像还不错，早上时间也不是很早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包括这个机票的情况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就不断点击去购买，对吧？你看这个价格还会给我们详细的标出，对吧？这个价格的变动的区间，因为这谷歌也都是从第三方去搜集的数据啊，所以它的数据应该还是蛮准的。按他说预定的选项，对吧？直接从他航空公司预定，对吧？如果有兴趣，大家可以继续往下点啊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是确定，对吧？我就是要去上海，对吧？上海不确定机场，但这个时间我也要去改一下，对吧？我不要无特定日期，无特定日期的话，比如说我就是这个2周的旅行，比如说在这个4月，对吧？帮我们找一下，这可以选个经停次数，比如说我这有孩子或没孩子，对吧？经停不超过1次啊，一般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里看到这上海，我们等一下啊，不叫京去上海市。这里看到这里有机票，看一下4月到上海有哪几天可以选啊？给我们找到4月22号到5月8号这一段时间可能是比较便宜的，一看才4000多块钱，对吧？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项。
当然我们要注意，更要去订票的时候也要去详细看一下，对吧？这个经停的情况呀，一般情况来说，经停5个小时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如果你带孩子，可能要考虑，还要从不同的平台去订票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！这里面可能是诈骗平台或者平台信息这个声誉不是很好的，尽量一般选择从航空公司去预订。好，然后呢，比如说这时候我就选择，比如说这时候选择直航，对吧？比如说可能我考虑带孩子呀，对吧？没有，这个保利说，没有，这个特定假期没有啊，特定的时间没有，对吧？这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找一下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去上海，这个日期呢，选择无特定日期啊，比如说2周的旅行在4月，对吧？这个又重新给我刷新了，4月到5月，看来我要把网页刷新一下，它这里面有缓存，看来这还是有点小 bug。比如说不去上海了，去北京啊，北京啊，4月到5月1，看样子好像有航班哦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怎么时间这么久？把经停一次给去掉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波兰航空还是有经停期的次数，今天直达航班。这时候比如说我们搜不到，对吧？但是在这个日期附近，对吧？这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地图，哎呀，这个还真的没有吗？我来看一下，比如说去上海，没有直达航班去北京吗？直达日期网格啊，上海是有的。比如说这个，我们是4月份去，对吧？然后比如说5月3号回来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选，比如说，这个5100好像还不错，对吧？我们可以选择，就找到这个特定的日期，这个特定的价格，对吧？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信息。好，大家选的时候大家注意了，一般这个最便宜的票可能是不带行李的，然后带行李的可能要额外加钱的，比如现在是5900克朗，对吧？还有订票平台，订票平台尽量选择官网订啊，因为其他平台你可能退票会有问题啊。好，大概这就是我们这个演示的大概的情况啊，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自己再探索一下。好，这里也介绍一下这个转机机场。转机机场这个比较重要，因为因为有时候因为为了便宜嘛，我们可能会选择转一次。转一次的话，中间这个机场就很重要，因为有的机场可能速度会比较慢，对吧？这会导致了一些，比如说托运行李啊，可能转运就重新托运行李这种的话，一般不太考虑，一般都是买年秤嘛，除非它价格特别便宜啊，年轻有力气可以去重新托运你自己的行李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之前做过的就是这个。卡塔尔、多哈，还有德国法兰克福，还有波兰华沙。这里值得一个一个说吧。现在来说的话，多哈是比较拥挤的，因为去北美的航班，国内去北美的航班特别少，很多去北美、南美那边的航班都会先飞到多哈或者飞到中东这边去转机，所以多哈这边基本上到那边去转机的，就飞机进出都是满舱的，所以特别的拥挤。虽然价格可能不是特别高，但如果考虑带孩子的话，你可能要就注意一下吧。德国法兰克福，德国的话这边转机还蛮快多哈这边2个小时转机是够的。然后德国这边的话，法兰克福的话，是因为已经进入欧盟了嘛，即使从这边入境盖入境章，包括出境的话，它的速度还比较快的，2个小时，我估计你要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然后快的话1个半小时是非常充裕的时间，所以大家可以去，走法兰克福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只不过法兰克福那个机场要走特别长的那个路啊，就是里面机场就特别狭长，要走很远的路。波兰华沙这个机场要注意一下啊，你至少要预约2个小时转机，甚至3个小时最好，比较保险。因为华沙那边的话，如果从那边入境欧盟的话，在那里盖入境章的话，它可能首先它安检非常的严格，而且排队入境的人特别多。我可能也是因为那边转机比较便宜吧，还是怎么回事？反正我那次从华沙那边就是人特别多，安检的非常仔细啊，非常就鞋子都要扫的那种啊，就比较严格吧。然后从华沙这边再飞到欧洲这边，飞到北欧这边的话，就换成小飞机的话，就一切都比较顺利了。OK，然后注意事项，然后这里详细说一下这个购票平台的问题啊。这购票平台啊，首先我们首选一定是机票官网，
因为一旦我们的机票出现任何问题的话，我们在各个国家坐飞机的时候，就一定去机场最起码找到他的柜台，最起码他一定能给我们当场给我们处理，或者想办法让他给我们处理。然后，因为基本上很多时候，如果真机票出现什么退改、换的问题的话，你基本上你没有现场的话，在网上有时候支持的不是很好的话，可能会给你扯皮，尤其在第三方平台，或者如果你有本地比较靠谱的这个订票平台啊，你有机会就是说有办公室，或者是那种就是本地信誉很好的本国的那个国家的平台，你可以去也可以去订票，因为它可能有一些价格优惠，而且可能有一些额外的服务。这样的话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最起码在本地法律还管得着它。如果你选个第三国的话，你可能人不在那儿就没什么用。这里举个例子，就是我之前在携程买过，疫情的时候买过一张15000的单程票，结果就是就是因为它是就是因为什么，它时间换了，所以说它允许我免费退票的，他给我就是他已经就是给我免费退票了，但这个退款呢，对吧？经历了半年的艰难的沟通，对吧？他仍然没有退给我，后来也是通过我在淘宝找了一家很大的旅行社，对吧？额外花了1000块钱去找了一个代理，对吧？这个代理呢，可能再去跟航空公司协调，还或者跟携程去协调，最后才把这个钱又经过3个月，大概总共9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15000块钱退回来，对吧？找携程没有用啊，什么12315，什么市场热线12315，还有什么工商局管理投诉、黑猫投诉平台，所有东西全都试了啊，就差找律师去提诉讼了。因为律师提诉讼早期也可以自己提，后面的话可能提诉讼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导致那个提诉讼之后还需要律师的一些文件，所以导致个人就没办法提交那个诉讼了。所以说想告携程的话也非常的困难。只想在这里说，大家去购这种比较跨国的这种比较昂贵的票的话，一定要比较谨慎，不要选这种第三国。就是如果人不在本国的话，尽量不要订那个国家的票，不然从那个国家的平台买票，不然的话你退款非常的麻烦。呃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一点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要退携程的话，可以在携程的英文网站上去订票，它也有个英文网站，然后那边的客服是美国那边的，服务可能稍微会好一点。然后其他的话应该就还好吧。如果大家遇到退票的问题啊，可以去淘宝找一下代理啊，他有的代理就是这代理是可以还价的，上来可能要20%、30%的票价，但是跟你的票价，像我那种15000的票，对吧？上来要3000、4000块钱，对吧？最后还价可以还到1000的。如果大家是什么1000、2000的票的话，你可能便宜的话，你可能花个300-400块钱、200-300块钱，也可以比较快速把票退回来的话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儿，这个坑还是比较多的。好，这期节目大概就做到这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买到自己最便宜的票，然后旅途愉快。所以希望大家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点亮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